乌深度打击俄能源命脉，连环炸港口炼油厂，俄影子舰队惨烈燃烧。猛攻俄阵地，乌黑鹰直升机空降 F-16 精确轰炸。乌军硬核反击，3道防线抵抗俄夜袭特战队，俄军高层震动。库皮扬斯克夺回关键阵地，俄军伤亡惨重，装甲突击队被击退。欧洲大手笔军援乌克兰，东欧战局再度升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日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能源与物流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乌军无人机部队司令马扎尔称，预定的8座变电站中已有5座被袭，总容量达5066兆伏安。这次行动是乌军系统性纵深打击的一部分，他们正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可能导致俄罗斯部分地区全面停电。另外，据 RBC 新闻及乌克兰总参谋部消息，11月2日夜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港遭乌军12架无人机精准打击，港口基础设施受损，至少5艘油轮起火爆炸，包括载 5.6 万吨石油的柴号和载4万吨的布拉克斯号。这些油轮均挂赖比瑞亚、巴拿马旗帜，属于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影子舰队。此外，2艘空载油轮及1艘小型船只同样燃起大火，现场码头与周边海域被浓烟和火光笼罩。图阿普谢港是俄罗斯最大石油港之一，也是莫斯科能源出口的重要枢纽。此次袭击对俄能源供应链冲击巨大。值得关注的是，乌军还在萨拉托夫炼油厂实施空袭， ABT-6 装置被摧毁，火球腾空，年产约720万吨的炼油能力受损。顿涅茨克俄战区沙赫塔尔斯库市油库也遭无人机攻击，引发多起2次爆炸，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日前，乌方还在持续打击俄军后勤链条，影响已延伸至俄本土与远端交通枢纽。亲乌游击组织阿特什据称于11月2日前后渗入莫斯科附近，袭击并击毁一辆疑为运往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俄军军用卡车，现场爆炸与火光视频在网上流传。若消息属实，这类行动既是对前线敌方补给线的直接打击，也显示出游击力量能够向俄境内纵深展开破袭。但需注意，相关细节与责任方仍在核实中。与此同时，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一列载油罐的列车发生脱轨，车厢与轨道受损，物资洒落。官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外界不排除也与破坏后勤有关。最新消息显示，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北方向取得关键进展，成功收复了罗丁斯克镇。第7空降突击军报道，昨日乌军在该地区作战中击毙了19名俄军士兵。还有消息显示，乌克兰派出 F-16 战机对俄军阵地实施精确打击，投下 GBU-39 滑翔炸弹，引发多处爆炸。米格29也频繁出击，使俄军前线控制区冒起浓烟，俄军战机出击频率下降。随着乌军空军实力增强，这一趋势预计将继续。目前，波克罗夫斯克已经变成俄乌双方反复争夺的血色迷宫。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正在展开联合行动，增援的乌军部队正全力稳住前线，清除俄军在工业区的据点，并切断其补给线路，以削弱敌方战斗能力。乌克兰陆军总司令泽尔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大力度打击波克罗夫斯克中部偏北地区的多布罗皮利亚图书部，持续推进收复与清剿行动。通过这一战略，
乌方迫使俄军分散兵力，从而无法将主力集中于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削弱了敌人的攻势效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指出，波克罗夫斯克战线仍是当下最激烈的焦点，几乎30%的前线战斗都在此发生，而俄军一半的制导炸弹攻击也集中投向这座城市。泽连斯基强调，尽管轰炸不断，但俄军在过去几天的进攻中未能取得任何突破。据乌方掌握的情报，目前波克罗夫斯克城内仍残存约200-300名俄军士兵。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方正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中几乎全部可用兵力，当地驻军人数已达约8万至10万，同时其他地区的无人机操作员也被调往该战线。整个行动由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直接指挥，显示出该方向在俄方战略中的高度优先级。根据国际战争研究所 ISW 报道，俄军推进速度缓慢，每日伤亡数百，仅能进行零星渗透，根本无法形成包围。路透社指出，夏季攻势仅控制 0.4% 的乌克兰领土。由于实施封锁，所有媒体和记者被禁止进入波克罗夫斯克市，使得关于波克罗夫斯克的战况信息混乱不清。大量自媒体消息源自俄方受控媒体，甚至只是道听途说。比如俄方声称击落乌克兰黑鹰直升机，打死11名特种兵的说法，很多人轻信了这一谣言。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路透社、经济学人、丹麦观察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辟谣，指出俄方流出的所谓直升机坠毁视频其实是2024年12月25日的旧片段，而乌方所谓的黑鹰小组早在2024年就已被歼灭，根本不存在俄方宣称的被全歼小队。据悉，乌克兰基于沃尔局长布达诺夫中将带领黑鹰直升机特战队突入俄方宣称控制的区域，成功夺回波克罗夫斯克北部罗丁斯克部分区域。布达诺夫以3度负伤仍坚持作战著称，被乌克兰媒体称为胆识过人的真英雄。独立媒体披露，10月31日，乌军精英特种小组乘坐2架黑鹰直升机，以10到12米超低空飞行，前往波克罗夫斯克西北郊的工业区灰色地带。台北时间15点03分，直升机在家具厂上空盘旋，降落约15到20分钟。布达诺夫在附近临时指挥所进行指挥。第一架直升机降落后，11名全副武装特种兵迅速下机，向300米外的加油站推进。第二架降落后，10到15人按计划剿灭了渗入该地区的俄军，并建立临时火力点。16点47分，黑鹰小组在扫荡俄军小型阵地中歼灭11名敌军。随后，布达诺夫命令部队迅速推进工业区，打通城市与后方补给线。18点行动结束，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战术目标基本完成，当地阵地和火力点得到稳定控制。有评论指出，这次行动可比肩蛛网行动，是一场大胆的渗透，虽然仅小幅改善了乌军战术态势，但并未打破整体僵局。乌军援兵于10月31日及时抵达，当时俄军最远已渗透至市中心，双方随时爆发激烈交火，乌军取得局部优势。有消息指出，在波载克罗夫斯克，目前俄军已经放弃大规模推进的方式，改以3至5人组成的小型渗透组行动，配备夜视仪、消音武器与无人机，如同幽灵般前行在建筑与废墟之间。据乌方透露，俄军这些小组通常先用无人机侦察薄弱环节，再利用夜色或烟雾掩护，从地下通道、通风井或坍塌的墙体缝隙中潜入乌军防线后方，专门袭击指挥所、通信中枢和重武器阵地。这些俄军小队不打硬仗，只打冷枪，这让每个乌军士兵的神经都绷到极限。目前驻守的乌军已将防御单元拆分为小型作战组，每组负责数栋建筑的守卫，并强化通信联动，侦察无人机则用于反制，一旦发现可疑动向，立即呼叫迫击炮或反坦克火力覆盖目标。
他们还在建筑内部布设半发雷与监控装置，尽量限制他们的活动空间。不过，在这种复杂的城市战环境中，想彻底防住渗透几乎不可能，战斗将继续消耗双方的体力与意志。另外，乌军第18特战中心的特种部队已经通过巷战推进至波克罗夫斯克南郊的废墟区，成功击毙多名渗透进来的俄军，同时抓获数名俄特工，包括俄罗斯情报总局的成员。在波克罗夫斯克卫星城米尔诺赫拉德，增援的乌军第14红卡利纳旅士兵驾驶 BTR-4E 装甲车展开搜索，力图在敌军建立防御工事前将其歼灭。此前驻守的乌军6个旅的战术部署保持不变，第25空降旅驻守东南最前线，155机械化旅守住西线，第79空降旅防护米尔诺赫拉德东翼，第68列兵旅在波克罗夫斯克入口进行战略机动，而38海军陆战旅和第425突击团负责罗丁斯克镇西线防御。长期以来，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绩不佳，乌军曾在该区域实施包围并切断敌方后勤补给，从而减缓了俄军对城内的攻势。要知道，波克罗夫斯克位于哈尔科夫州南部，靠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是连接乌军哈尔科夫防御集群与第聂伯罗后方基地的交通核心。城内铁路、公路纵横交错，是东线物资运输与兵员调度的要道。自战争升级以来，乌军在此修建了大规模仓储区、医疗站和装甲车辆维修中心，成为前线的重要支撑点。据乌方内部数据，哈尔科夫方向约40%弹药与60%后勤物资需经由波克罗夫斯克转运，可谓乌军东线的输血管。波克罗夫斯克的危机不仅关乎一座城市，而是牵动整个东线战场的结构。一旦此地失守，乌军将遭受3重打击。首先是前线断供，哈尔科夫方向的乌军阵地高度依赖波克罗夫斯克补给，一旦运输线被切断，前线部队的弹药储备恐不足5天，防御失去火力支撑，阵地将迅速崩塌，为俄军南线突破创造条件。其次是防线割裂，波克罗夫斯克不仅支撑哈尔科夫防区，也与扎波罗热方向形成侧翼联动。若这条枢纽链断裂，乌军在东南战场的2大集团将失去协调，俄军可趁隙实施分割突袭，重演赫尔松战役中各个击破的场景。第三是后方震荡，波克罗夫斯克距离第聂伯罗仅120公里，地形以平原为主，缺乏天然屏障。一旦俄军控制此地，其装甲部队与远程火力可直接威胁第聂伯罗外援。作为乌军中部指挥中枢与西方援助物资的集散地，第聂伯罗若受威胁，乌军中线防御将被迫重组，战局主动权势必转向俄方。正因波克罗夫斯克的重要性，俄乌双方已将其视为战略必争之地。近期，俄军大规模调派近卫坦克师与瓦格纳 PMC 残部，对乌军外围阵地实施饱和轰炸，意图通过摧毁防线节点、切断补给通路的方式，逐步压迫乌军防区。而乌军方面则从第聂伯罗调来预备队增援，并将海马斯火箭炮前置部署，重点打击俄军集结点与运输线路，以维持波克罗夫斯克的补给畅通。目前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乌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城市地形进行顽强抵抗，但局部运输线已出现中断迹象，部分前线阵地只能靠夜间小股分队秘密补给。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的1至2周将是决定波克罗夫斯克命运的关键期。也分析认为，乌军3道防线战术成为俄军难以突破的关键。第一层是无人机全天候侦察，配合 AI 分析，精准预测俄军进攻方向。第二层是无人机与炮兵协同打击，精准打击俄军车辆与阵地。第三层是远程打击俄军补给链，包括弹药库、运输车队和后勤中心，使俄军炮火持续受限，进攻节奏混乱。另外，俄军内部却传出重大人事调整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11月1日前后，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解除第51集团军司令谢尔盖·米尔恰科夫中将职务，
同时，第132旅旅长谢尔盖·奈木申少将也被解职，两人均曾负责多布罗利亚突出部的作战指挥。新任第51集团军司令可能由维克托·金杰耶夫少将接任，他曾担任俄军第15摩托化旅旅长，并以指挥机动部队发起冲锋著称。日前，乌克兰还在库皮扬斯克北部发起反攻 ，F-16空袭俄军阵地，取得初步战果。据诺尔报告军事记者及基辅消息，11月2日前后，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北部奥斯基尔河周边地区展开攻势，成功夺取数块关键阵地。俄方虽确认交火，但未披露具体战况。库皮扬斯克自哈尔科夫东部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铁路线贯通并通向顿巴斯煤矿区，与波克罗夫斯克同为乌东重要交通枢纽，数年来成为俄乌双方争夺焦点。近期，俄军曾试图快速占领，但至今未能实现战略目标。乌军反攻行动旨在缓解波克罗夫斯克村及库皮扬斯克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同时阻断俄军的补给线。同时，乌军在顿涅茨克州多布罗比利亚附近展开决定性攻势，清剿孤立俄军并夺回库切里乌亚尔等村庄。据报道，乌军在10月底收复该村庄，俘虏50余名俄军，造成约1226人伤亡，并摧毁39门火炮。乌克兰安全局 Alpha 特种部队参与作战，利用配备105公斤战斗部的 FP-2无人机对俄军集结和后勤点实施精准夜袭，摧毁多处仓库与车辆。FP-2无人机为乌克兰自制重型攻击型无人机，具导弹级破坏力，航程可达数百公里。此次行动显示，乌军无人机技术持续提升，并进一步强化了其非对称作战优势。另外，近日，赫尔松州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战事骤然升温，俄军在炮火掩护下，以装甲分队为先头，试图突破乌军防线，通过安东诺夫斯基桥向东岸投送兵力。该桥战略地位显著，是赫尔松市与第聂伯河东岸少数重要通道之一。无论是兵力调动、物资补给，还是防线衔接，都高度依赖这座桥梁。此前，桥梁曾多次遭到攻击，双方围绕其修复和破坏展开过激烈拉锯。面对俄军突击，乌军迅速启动防御计划，依托预先构筑的工事并结合无人机实时侦察，对俄军前锋装甲车辆实施精准反坦克打击，并用火炮压制后续梯队。战场画面显示，多辆俄军装甲车在桥梁附近被击中起火，随后的部队因火力压制被迫撤退，突击行动最终未能达成目标。虽然双方尚未公布具体伤亡数字，但乌军防线稳固的现状显示，俄军此次行动未获得战略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突击发生在第聂伯河枯水期，部分浅滩可通行，这使得沿岸防线的争夺更加激烈。军事分析指出，俄军选择此时发起攻击，一方面试图利用水位优势突破防线，另一方面希望分散乌军在赫尔松其他方向的兵力，为可能的大规模行动做准备。乌军成功抵御此次进攻，不仅巩固了防线，也有效打击了敌军士气，为前线部队注入信心。总体来看，第聂伯河沿岸的攻防已进入焦灼阶段。自去年赫尔松大反攻以来，双方在河岸两侧建立了完善防御体系，要实现大规模突破难度极大。安东诺夫斯基桥的攻防更像一次战术试探，预计双方还将在该区域及周边展开持续拉锯。对于关注赫尔松战局的人来说，每一次攻防都可能左右南线战局走向。随着冬季临近，战场环境将更加严峻，但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仍将继续。与此同时，11月1日至2日夜间，乌克兰 Primary 特种部队对克里米亚境内的俄罗斯高价值防空目标再次实施精准打击。据报道，他们摧毁了 S-400 防空系统的 9RN6E 雷达及其供电系统，同时对 AORL-EAS 雷达和 P-18 雷达进行了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俄军防空能力。外交与军援方面，
德国援助的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昨天如期抵达，甚至比计划提前。值得一提的是，曾是俄国盟友的塞尔维亚也公开表示愿意向乌克兰出售弹药。总统武西奇称，其国家仓库里弹药充足，产量高于法国，并可与欧盟签订销售协议，买家可随意处置。他还表态，塞尔维亚将不惜一切代价加入欧盟。克罗埃西亚也已通过一项大规模国防采购计划，将从德国购入豹 2A8 坦克，并已向乌克兰转让多型装甲与弹药，显示欧洲对基辅的持续支持。而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了海王星地形导弹的升级版本，号称弹头约260公斤，射程扩大至约1000公里，并具备无需美国 GPS 的制导能力，其具体性能与实战表现尚待独立证实。乌驻北约代表团团长切尔涅夫透露，乌国产赫里姆2弹道导弹已量产，战斗部约500公斤，射程超过500公里，可打击俄边境及纵深目标，包括能源设施。总体来看，当前冲突呈现出2条明显趋势：一是乌方加强对俄后勤与交通节点的打击，以断敌补给；二是西方与乌方在军援与武器自主化方面的动作同步推进，战争形态正朝着对后勤与远程打击能力的更直接较量发展。另外，近期波罗的海局势再度引发关注，一艘俄罗斯巡逻艇出现在爱沙尼亚沿海，且挂起了瓦格纳 PMC 的旗帜，引发北约成员国和外界高度关注。据 Nexta 报道，当地时间11月2日，这艘巡逻艇被发现在纳尔瓦河水域。爱沙尼亚外交部随后发布官方视频予以证实，并向俄方发出正式询问函，要求做出解释。这一幕引发爱沙尼亚方面的嘲讽，他们戏言，难道瓦格纳又要从圣彼得堡出发进军莫斯科了吗？并进一步暗示，从此次现象来看，瓦格纳似乎对俄军边防部队有一定控制能力，甚至讽刺俄罗斯外交部是否知情。外界回想起2023年初夏，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曾突然发动兵变，一度占领罗斯托夫等地，并扬言要直捣莫斯科。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及前防长绍伊古成为矛头所在。但不到24小时，普里戈金宣布罢兵，行动宣告失败。随后，普里戈金短暂得到白俄罗斯庇护，但2个月后意外身亡。瓦格纳集团也逐渐退出俄乌前线，转战非洲战场。其继任者安东·埃利扎罗夫亦在战斗中身亡。此次瓦格纳旗帜再次出现在北约与俄罗斯对峙的前线地区，无疑再次引发外界关注。进入2025年下半年，俄军飞机和潜艇多次进入北约空域与水域，多次遭到驱逐，波罗的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爱沙尼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让这一事件更具象征意义。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